我穿越到玄幻世界，觉醒了系统。正当我想着大展宏图，建立后宫时，就被人用2个馒头骗去铸剑。这个人是城里有名的铸剑师。半年前我得到了一门铸剑秘术，偶有所悟，刚想试试就遇到了你，陈浩小友，你我真是有缘。大师，铸剑就铸剑，你绑我干什么？我要你助我修行，我必将成为真正的铸剑大师，你将成为我第一件作品，真正的剑客将以使用你为荣。我诅咒你不得好死，就算我真变成剑，我也肯定是把魔剑，谁用谁死，断子绝孙。难道我得到的秘法是假的？除了一道花纹，跟普通长剑根本没什么区别。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宝物自绘？谁？你都看到了？没有，我什么都没看到。金师傅，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小学徒今晚是来偷师的，如果放在平时，也许金正秋会放过他，但他挑的实在不是时候。在吸收了小学徒的鲜血后，长剑内部一块神秘的空间也响起了只有陈浩能听到的声音。丁，系统监测到宿主身份产生变化，根据宿主的身份和愿望，最强人类系统变更为最强魔界系统。监测到宿主意识模糊，自动绑定界主金正秋。吸收到足够的鲜血与灵魂，宿主可进化。监测到宿主意识模糊，界身受损，系统保护功能开启，宿主自动升级中。丁，升级完毕，宿主升级为终极凡器，获得天赋技能自动修复。这把剑竟然蜕变成了中品凡器，既然能进化成中品凡器，是否还能进化成上品凡器、顶级凡器、玄器、灵器，甚至进化成只存在于神话中的神器？好恶心的眼神，摸什么摸？该死的，有种摸自己呀！我受不了了，这该死的老玻璃，我要杀了他！我要把他大卸八块，我要把他千刀万剐，我要把他剁成肉泥！系统，你还在吗？最强魔界系统开启中。你不是最强人类系统吗？现在宿主不是人了。系统，为何我还没有名字？你是我毕生最好的作品，我就为你取名为黑血神剑吧，希望你不负神剑2字。你说黑血神剑，我就叫黑血神剑，老子叫陈浩。系统，我能叫陈浩吗？对不起，剑名由界主决定。陈浩憋了一肚子气，却又没有办法，他被困在长剑内，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把目光再次投向属性面板。系统，事主有什么效果？宿主在界主死亡时，可以吸收界主的灵魂，获得界主的一切记忆、经验、感悟。金正秋高兴了整整一天，他兴奋之后，内心的困惑却涌了上来。以他一辈子的铸剑经验，他想不通到底是怎么成功的。为什么黑血神剑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呢？长剑内的陈浩当然知道原因，金正秋铸剑用的可是穿越者的肉体和灵魂啊，还是觉醒了系统的穿越者，用系统金手指铸剑也是这世界独一份了。不过陈浩怎么可能会告诉他，他更希望金正秋早点死才好。果不其然，之后几天金正秋尝试用同样的方法再打造出一把黑血神剑。他白天蛰伏在铸剑炉，到了夜晚就乔装打扮四处掳人铸剑，失败了9次后，他不得不停下来，不是因为害怕铁石城城卫军的追查，而是铸剑材料用完了。金正秋有些疯狂的心冷静了下来，他检讨自己最近太过疯魔，他后悔极了，早知道就不那么早将陈浩铸成剑了。当时就知道这小子叫陈浩，早知道就该多问问他的情况。该死的，不过也并非没有希望。如果这把剑能突破到灵气，觉醒剑灵，也许我可以在剑灵身上得到答案。疯狂的铸剑师将我推进火炉，却只锻造出一柄最低级的凡剑。在他杀了偷师的小学徒后，才发现原来这柄剑可以进化。金正秋失败了数次后，终于放弃了再去掳人铸剑的念头，转而将心思放在了杀戮。进化魔剑这件事情，金正秋想到就做，在稍作准备后，便开始了新一轮狩猎。这次他选择进入不远处的雪云山脉，毕竟接连在铁石城附近杀人，已经引起了本地武者的警惕。而雪云山脉内则不同，里面每天都有佣兵丧命于妖兽之口。一路上，金正秋见妖兽就砍，几乎没有妖兽是他的对手。同时，陈浩发现击杀妖兽对他也有好处，不过远远不如人类。恭喜宿主进化为顶级凡器，又多了一个技能。系统，我每次进化都会获得一个技能吗？获得技能拥有一定的随机性，有时候并不是一定能获得新的技能，有可能是加强已经获得的技能。那也挺不错的，
说起来，我的厄运技能为什么对金正秋没有一点影响？难道他是天命之子吗？气运并非恒定，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天命之子气运也会有负值的时候，但基本范围在8到10之间。那金正秋气运是多少？丁，系统无法检测借助气运。这个老混蛋应该不是气运之子吧？不管了，先试一下这技能，坑死最好，坑不死也要恶心他一下。只差一步就能进化成玄气了，看来要抓紧了。长剑进化成顶级凡气后，金正秋满脸喜色。之所以他会这么开心，是因为玄气不仅能通导真气，方便使用武技；顶尖的玄气还能对武技的威力进行增幅。而凡气虽然也能施展武技，不过武技威力会降低不说，凡气用久了还可能被损坏。如果不是黑血神剑有自我修复的功能，恐怕换作其他凡级武器，在金正秋疯狂狩猎的这几天，早就已经损坏了。黑血神剑如今只是凡气，就有如此神奇的功效，不知道进化到玄气了还会有什么变化。我穿越后被人炼制成剑，只要杀戮就能进化。如今我的仇人为了获得我的秘密，进入雪云山脉疯狂杀戮。金正秋现在正远远地监视着一队佣兵，这一等就到了晚上。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厄运爆发不是减了他10点气运吗？难道他真是天命之子？还是说技能没有起作用？就在陈浩思索的时候，金正秋抓住一个机会解决掉一个落单的佣兵。老六怎么还没回来？好像有点不对劲。老六说是去放水，好像去了好一会了，该不会是遇上妖兽了吧？应该不会，刚才我们在附近都探查过了，附近没有厉害的妖兽，以老六的实力，打不过也能跑的。要不我们去看看？队长，老六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应该是，过去看看，大家一起去，小心点。冲洗！黑血神剑，你竟然有玄气，该死的！我要杀光你们！等等，听说过明剑城陈家吗？明剑城陈家，陈家的先天高手不止一个，想要对付我简直轻而易举。我的脸已经被看清，既然已经得罪了，难免会秋后算账，不能放他们走，大不了将首尾处理干净点。你说你是陈家的，就是陈家的，你们今天都得死！小小蝼蚁，竟然敢对我们陈家人出手，该死！好家伙，这就是先天境吗？也太猛了吧！厄运爆发这技能看起来很给力啊，随便杀点佣兵都能撞上有后台的，撞上有后台的都还不算倒霉，竟然撞上有超级高手随身保护的，这么低概率的事情都被老金撞上了，真是苍天有眼啊！就在这时候，陈浩突然又感受到一股极大快感袭来，一股精纯的能量钻入他的身体，不断强大他的灵魂，跟以前老金带他杀人的感觉差不多，不过更加强烈。随之而来的还有庞大的信息流。经过金正秋的培养，陈浩的灵魂强大自不必多说，他很轻松的就接收了这些信息。丁，宿主第一次施主成功，获得技能施主传承。施主传承，每施主成功一次，都将获得借主的所有传承。你可以将这些传承交给下一任借主，也可自行使用。恭喜宿主获得基础铸剑术，恭喜宿主获得金甲铸剑秘术，恭喜宿主获得玄级下品功法秘籍疾风诀，获得玄级下品武技疾风剑诀大成，获得黄级上品武技清风剑法圆满，获得秘术练习诀。陈伯，你一直都跟着我。齐少爷，是老爷吩咐我暗中保护你的，还说只有你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才能出手。陈伯要是早点出手就好了。不过这也不能怪陈伯，如果今天没有他出手相助，我肯定死了。队长，你现在感觉如何了？没事了，死不了。可惜我一帮兄弟，我就想不通，那个混蛋为什么找上我们？我根本不认识他。其实好像真的没有原因，我可以肯定，他不是专门为你们而来的，只是你们刚好遇上。真是个疯子。休息一晚上后，佣兵队长把金正秋全身上下都搜了一下，结果也就找到20多个金币和一些铸剑材料。堂堂真元境高手，竟然用一把凡器，真是个穷鬼，还是把破凡器。真没有眼光，我可是神剑啊，一把可以进化的神剑。等等，我要是就这么被丢弃在雪云山脉，我还怎么升级？怎么进化？要是没人发现我，岂不是要在草丛里蹲一辈子？掌柜的，我这里有把顶级凡器，你看多少钱收？ 10金币。
掌柜的，你没开玩笑吧？你们这儿的顶级凡器长剑都卖35金币一把。我们这里的长剑都是金正秋金大师监督铸造的，品质非同一般，当然卖得贵。而且你看，你这长剑刃口已经破损了，还有这里有瑕疵。行吧，10金币就10金币。佣兵队长此刻只想尽快脱手这柄杀害了他3名队员的长剑，也就不再与掌柜纠缠。奇怪，这把剑好像是我们铺子里卖出去的，也不知道是哪位学徒所铸。第二天，兵器铺里来了2位武者，掌柜好像认识这2位，还冲他们点点头。掌柜的，货都准备好了吗？我们金家兵器铺的招牌，你们放心，绝对都是精品，质量比市面上的兵器高一大截。金大师的招牌当然是响当当的，要不然我们野狼帮也不会在你们这里采购。我今天过来还有一件事，这是我侄子刚从村里出来，你这里有没有合适他的兵器？你看看这柄剑怎么样？顶级凡器，有一点破损几乎不影响使用。如果是你后辈要，我就按收购价15个金币卖给你。这件的确很不错，比这里大多数长剑制作都要精良。原主人应该很注意保养，使用时间不长，刃口裂纹问题不大，很不错。不错，二子，气旋镜就配一把顶级凡器，你要尽快凝气了，可别被人抢了。丁，是否绑定剑主张二？张二一听就是跑龙套的，为什么就不能叫萧炎、叶凡呢？绑定。没办法，作为一把剑，生活真的很乏味，如果再让他待在兵器架上，会被憋疯的。野狼帮作为铁石城的第一大帮派，当然有自己的一套培养机制，像张二这样身世清白的，很快就被吸纳进嫡系队伍，领到了一本皇级上品功法土元功。张二，全叔将你从村里带出来，你一定要努力修炼，成为世界最强武者，报答全叔。真是中二的少年啊！我要不要把老金的玄级功法传给他？算了，皇级武技是烂大街的货色，玄级秘籍武技却非常珍贵，是普通家族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一个小喽啰要是平白得到了玄级功法，马上就会被人怀疑来历。再观察一段时间吧。你脸色咋这么差？我跟你说啊，年轻就是精力再旺盛也要节制，要不容易跟我太爷一样，才20多岁就不行了。虎哥自小在铁石城长大，实力在凝气境，是野狼帮的小头目，而张二现在就是他的手下。最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收保护费。虎哥，这不太好吧？小子，今天就给你上第一课，这条街都是野狼帮造的，我们野狼帮想干啥就干啥。转眼2个月过去，陈浩亲眼目睹了张二从一个天真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喜欢欺压弱小的帮派成员。当然，这一切大多都要归功于虎哥的潜移默化。二子，月考成绩怎么样？你看起来心情不好。才第5名。既然你心情不好，要不我带你去放松放松。放松？你还是出吧，走，虎哥带你见识见识。虎哥，这不太好吧？虎哥，会不会太破费了？嘿嘿，破费什么？大家都是兄弟，难道你以为我会给钱？这条街都是我们野狼帮管理的，我们野狼帮想干啥就干啥。昨天如何？嘿嘿，这是你的红包，欢迎大爷常来。天杀的，拿了钱赶紧走，3天2头来一回，老娘的春花楼还怎么赚钱？呵，我刚穿越就被人练成剑，呵，逛窑子人家还倒贴钱是吧？呵呵，男人去洗吧，系统使用厄运爆发。这天，陈浩终于忍不住了，他原本是想再给张二一些机会的，毕竟张二年纪不大，来自小山村，犯错了，松懈了，情有可原。陈浩当初就是从那个年龄段过来的，不过现在，陈浩心里积攒的不满彻底爆发了。怎么突然感觉有点冷？看来虎哥说的对，要节制啊，要不回去休息会儿，晚上再来。雨人在院子里劈柴，她大约30来岁的样子，看模样年轻时也是一个美女，不过她此时却面色发青，脸上还有被打的淤伤。娘，囡囡好饿。囡囡不饿，娘今天挖到了野菜，一会儿就做给你吃。这时小院来了3个男人，领头的壮汉就把门一脚踹飞。白俊在不在？给爷滚出来！娘，囡囡害怕。你是白俊的老婆，白俊人呢？女人心里也非常害怕，但还是回答道：他在家里，你们找他有什么事？野狼帮办事，闲杂人等滚开！你脑子有问题吧？咱们找的就是他家。我们野狼帮的来收债，赶紧叫白俊滚出来！听到野狼帮3个字，女人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就在这时候，一个男人摇摇晃晃的从内屋走出来，
三人只闻到一股刺鼻的酒味，高瘦男人似乎还没醒过来。白醉，你欠我们野狼帮100金币，今天必须结账。听到虎哥的话，白俊的酒彻底醒了。虎哥，能不能再宽限几日？我再借点钱，就能把钱全部赢回来。你能赢就有鬼了！你以为你咋输掉你老爹留下的3间铺子呢？这片的赌场都是我们野狼帮管理的，我们野狼帮想干啥就干啥。已经宽限你3个月了，彪哥说了，今天你必须把这笔钱还上。求求你，虎哥，能不能跟彪哥美言几句？再宽限我几天，我肯定能把钱凑出来。少废话，今天至少要把利息给交了，要不你用你老婆女儿抵掉这个月的利息。白俊犹豫了，他的内心十分挣扎。一旁的女人默不作声，只是将女孩抱得更紧了。怎么舍不得？你可要想好，在铁石城没人敢欠我们野狼帮钱不还，我们野狼帮想干啥就干啥。可以，不过你们能不能再借我1个金币？听到白俊的话，女人眼中满是绝望，然后她抱着女儿缓缓后退，退进了内屋。徐月，你放心跟虎哥他们去，我会挣到钱把你们赎回来，我一定能赢到钱，我肯定能赢得的，一定能把你们赎回来。1个金币当然可以，你们俩去把他们带回去。好的，虎哥。张二两人走进屋子，但很快就出来了。人呢？虎哥，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死了，自杀的。真晦气！你们带着他，让他上擂台，就当废物利用了。张二闻言去抓白俊，却被疯魔的白俊挣脱。不可能，不可能！你们肯定是在骗我！白俊冲进屋子，却只看到了一大一小2具尸体。都怪我，都怪我，这不是真的，我真是个畜生！虎哥3人跟进屋子，只看到一脸绝望的白俊跪倒在床边，自言自语：“带走。”二腿快闪！张二完全没想到，刚刚还向他们下跪磕头的白俊，竟然敢抢他的剑，向他出手。2个月来，他欺负惯了普通人，也下意识地把白俊也当成了普通人。然而，白俊是个凝气境武者，比他还高了一个大境界，在他的懊悔中，视野越来越模糊。丁，恭喜宿主第2次弑主成功，是否绑定第3任剑主白俊？绑定，绑定，饿了2个月，终于能开荤了。白俊，你该死！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目睹张二的死，虎哥十分愤怒。其他小弟死了还不要紧，可是张二却是张德全指明让他照顾的。是你们逼我的，是你们逼我的。白俊出身不错，习武天赋不俗。他父亲在世时曾对他寄予厚望，可是他害怕吃苦。父亲去世之后，他就彻底的放纵了自己。同为凝气境中期武者，2个交手不过数招，白俊就显现出了败相。虽然你很不是东西，但我更讨厌野狼帮，我就破例帮帮你吧。如果你能一人灭掉野狼帮，那一定很有意思。传输玄级下品武技疾风剑诀大成。这是玄级武技，只要完全吸收了这股信息，我一定能击杀虎哥，逃脱性命。跟我打还敢走神，简直是在找死！恭喜宿主第3次弑主成功，这就死了，这才绑定还没有3分钟吧。虽然是我在战斗中传输信息，这肯定不是我的问题。身为武者，还能在战斗中走神，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白俊死后，虎哥又在他的尸体上补了10几刀，才冷静下来。他吐出一口气，将长剑从地上捡起，转身离开。张二是张德全交给他的，如今人死了，他必须去给张德全报告张二的死讯，将遗物交给张德全。野狼帮堂口，张德全看着长剑，半天没有说话。陈虎跪在地上，不敢动弹。作为一名武者，生死由命，是他命不好。不过你带着2个新人出去执行那么简单的任务，竟然没能保下他们，你认罚吗？我认。最近我们跟黑虎帮的战斗，你去戴罪立功吧。谢谢全哥。文瘸子，这是全哥吩咐放进来的武器，你登记一下。5月初10接收长剑，前任不知名，估计已死。5月15，小头目狄泽言领走红色血滴状花纹顶级凡器长剑。5月28，狄泽言意外死于一位佣兵之手。当日下午，小头目武苏领走红色血滴状花纹顶级凡器长剑。6月初9，红色血滴状花纹顶级凡器长剑归还。武苏在大街上脚踹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被其孙当街击杀。好诡异的长剑，连续5任剑主竟都死于非命。长剑啊，长剑，如果你真的不凡，你就肯定不会为难我这个普通人，对吗？文瘸子，我已经成为凝气境武者了，来领一柄兵器，要顶级凡器。哼，文瘸子，不要老拿冷脸对我，
你知道我对你妹妹的意思，我现在已经是宁气境武者，刚刚还被提拔为小头目，说起来还是你妹妹高攀了。高攀？高攀个屁！隔壁刘寡妇的肚子就是被你搞大的，刘寡妇也是被你打死的。我妹妹嫁给你，还不如嫁给门口卖糖炒栗子的陈官夫呢，哪怕她有2个孩子。文瘸子，你妹妹到底嫁不嫁给我？今天你给爷说句明白话，如果你说不嫁，我现在就出去想别的办法。今天如果不给一个答复，这货很可能用枪，我或许可以用那把诡异的长剑克死他，现在必须先稳住他。你不是来领剑的吗？先领剑吧。好像是旧的吧，我看武器架上还有好几把长剑，给我来把新的。你确定？这把剑可不是一般的顶级凡器，是顶级凡器中的精品。作为一名从底层厮杀上来的武者，马一冰显然对兵器有所研究。听到文瘸子的话，又细细打量了一眼长剑，果然是一把难得的好剑。兵器领完了，你妹妹的事怎么说？文瘸子，你以为给我一把好点的顶级凡器，就能把这件事糊弄过去了吗？你想要娶我妹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得等2个月。为什么还要等？还要2个月，我妹妹才成年。哦，是我太心急了，那我就再等2个月。丁是否绑定第9任剑主马一冰？绑定。经历过这几个月，陈浩现在对所谓的剑主不抱任何希望，想要成为真正的剑主，先挺过一轮厄运爆发再说。10天后，马一冰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彪哥，马一斌的死你知道了吗？刚刚听说了。小马是个好兄弟，可惜他命不好，想来想去，就你还算是小马的亲人。这些钱你拿着，别嫌少，回去劝劝你妹妹，让她节哀。马一斌死了，还给了这么多安家费，回去我那寻死觅活的妹妹怕是要乐疯吧？爹，你看这把剑，是把好剑，你从哪里得到的？捡到的。今天有个倒霉鬼被刘二少爷的车给撞飞了，这把剑就是那个倒霉鬼的。本来我想还的，不过那个倒霉鬼一下子就被撞死了。那他也是够倒霉的。就在这时候，那屋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男孩小跑着就钻了进去。娘，你怎么了？就是有点喘不过气，老毛病了。该喝药了。是否绑定第10任剑主傅远明？先不绑定，最近坑死的人太多了，反正可以随时确认绑定，换一个环境重新开始倒也挺好。如果能等来一个强力或者有潜力的剑主，那就赚翻了。傅远明曾经是一位有点实力的武者，后来失去了右手，就在铁石城开了一家猪肉铺。为了儿子的前途和给常年卧病在床的老婆治病，他也会兼职干一些其他买卖。傅哥，今日午时有火。知道了，我会提前到。看着长剑和已经卷刃的长刀，傅远明略作犹豫，还是选择带上长剑出了门。在我祸害了野狼帮7个倒霉鬼后，被一个孩子捡回家。当我想消停会儿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却带着我出门干活了。50一刀，行。刽子手，竟然是刽子手，简直就是最佳剑主之一。系统绑定剑主傅远明。18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半年了，终于有看得过去的剑主了，我就给你点小小的鼓励吧。系统传输玄级下品功法疾风诀第1层。回家路上的傅远明突然感觉到一股怪异的信息从长剑钻进了他的脑海。玄级下品秘籍，家族势力的不传之秘。活了大半辈子，我还是第一次见玄级功法。可是长剑是昨天得到的，为什么今天才会得到疾风诀的第1层呢？这把剑这样神奇的能力，难道是传说中魔道前辈的传承之物？处刑3个人就获得了玄级功法，只要我一直杀下去，是否能继承这位魔道前辈的全部传承？傅远明扫视行人，杀戮欲望疯狂暴涨。不过他还是下不了决心，想到杀死那些不认识的无辜的人，他还是下不去手。神剑啊，若你早出现世5年，我的右手还在，没有老婆孩子，我恐怕会毫不犹豫地开启所有传承。下午，就在傅远明为老婆熬完药后，他的儿子傅青荣也从武馆回来了，他半边脸都被打肿，估计是练武时受的伤。青荣，你脸上的伤怎么来的？跟白明切磋，被他打的。他很厉害吗？师傅说白明在白家旁系中天赋只能算一般，可他修炼的是白家皇级上品功法，我打不过他。蓉儿，那套铁牛劲不适合你，为父今天教你一套功法，不过你必须保密，知道吗？父亲，难道我们家也有皇级上品功法？不是皇级功法，是玄级下品的疾风诀。什么？玄级下品功法？这是千万不要传出去，否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知道吗？知道，我知道，打死我也不会告诉别人。爹，
难道我们傅家也是有来历的？有来历。你祖爷爷是农民，你爷爷是屠夫，你父亲以前混成卫兵的，你祖爷爷的老爹也是农民。你就不要幻想了，这疾风诀是我无意中得来。我现在教你第一层，记着不要泄露，哪怕你母亲问也一样。转眼4个月过去，这4个月里，傅远明处刑了80多人，获得了整本疾风诀功法，而陈浩也在吸收了最后一个死刑犯的鲜血与灵魂后，终于满足了升级为玄器的条件。丁，恭喜宿主进化为下品玄器，获得技能1，超导，各种能量通导性为100%。2，伪装，你可以伪装成不高于自己等级的各级别长剑，随意变换各种外观，仅限于剑气。3，杀戮回馈纯度，反馈比例未设置，在吸收鲜血与灵魂的同时，可同时反馈部分给剑主，反馈比率以及纯度由宿主自行设定。强化技能1，厄运，稳定降低剑主气运值2，气运值时堪称世界气运之子。2，厄运爆发，宿主可关闭厄运技能5天，然后使用一次厄运爆发，一旦使用厄运爆发，剑主在1天内的气运值将降低10。系统，这个杀戮回馈纯度是什么意思？宿主吸收的鲜血和灵魂都是经过剑身过滤过的，极为精纯的能量，在吸收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到宿主的性格，剑主也一样。如果让剑主吸收不够精纯的能量，剑主的实力虽然会增长很快，但他的性格逐渐扭曲偏激，其中的分寸由宿主把握。会影响精神状态的吗？系统，设置纯度100%，反馈比例5%。傅远明照常将一名江洋大盗斩首后，一股怪异的暖流从左手紧握的剑柄处钻入他的身体，凡是暖流所过之处，身体都得到了微小的强化，经脉中的真气更雄厚了一些，就连精神也好了不少。这天，傅远明在自家院子站了一夜，他心中满意的杀戮欲望几乎就要控制不住了。这柄剑不仅能通过杀人净化自身，甚至还能反馈部分给我，什么神功妙法，什么天才地宝，什么世家大族，只要神剑在手，根本就不需要，只要我不断杀下去，我就能成为这整个大陆最巅峰的武者。傅远明回过头看向自己的家，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收起长剑，熟练的打水熬药，看着燃烧的火焰，他的心又慢慢冷静下来。老傅，城主大人吩咐，今天要将黑云寨所有匪徒全部处斩，一共356人，你要做好准备。刘统领，听说黑云寨大当家的逃了，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们会继续通缉雪狼的，你就负责行刑。傅远明踏上刑台，10个犯人已经跪在上面，还有300多人被关在旁边的囚车里，他们大多是些老弱妇孺。傅远明脸色麻木，3年里他手上的人命起码超过了500。作为行刑人，他能做的只有给刑台上的人一个痛快。5时已到，行刑。干脆利落肃清10人后，傅远明收剑，等候城卫将下一批犯人带上来。傅大人，刘统领吩咐，让你不要砍得那么快。你们确定黑云寨大当家的在现场？城卫兵的目的他很清楚，就是想把血狼逼出来。非常确定。前不久我们得到消息，血狼混进了铁石城，今天处斩黑云寨山贼，他没道理不来。刘统领说了，只要血狼出现，保准他有来无回。放心，大人还说了，他会派人负责保护你家人的安全。好，傅远明当然不想折磨犯人，他不愿得罪血狼，同样他也惹不起城主府。直到黄昏，一场可怕的屠戮结束，围观的群众早已吓跑，血狼终究还是没有出现。刘统领，最近要麻烦你了，我怕血狼会报复我家人。放心，我会派高手一夜保护你家人的安全，只要血狼敢出现，他就嘎定了。多谢刘统领。你回去吧。刚走到家门口，傅远明发现门是虚掩的，一股熟悉的血腥味飘出。刘统领失信了，还在刑台上行刑的时候，他儿子和老婆就被2个黑衣人砍掉了脑袋，就像他做的一样。就在前几天，第10人剑主傅远明听命斩首了黑云寨300余人，被寨主血狼报复，一夜之间成为了孤家寡人。你们听说了吗？那个残废的刽子手老婆儿子都被血狼杀了。然后呢？那人恐怕疯了吧？没疯，正在操办丧事。我跟刘统领去看过，人家活得好好的呢。我以为那个刽子手是个凶人，没想到这么窝囊，连老婆孩子被杀了都不敢吭声。呵呵，刽子手算什么凶人，只会杀些不能反抗的人。说起来，我记得刘统领可是保证过，会派高手暗中保护他家人，顺便抓那个血狼的。
谁知道血狼报复会来的那么快？刘统领这事做的有点不地道啊！你不要命了？别乱嚼舌根。神剑啊，你看到了吗？我老婆儿子都嘎了，我嘎了倒无所谓，可青荣不该嘎，他还小，比我有天赋。我很想杀了血狼，杀了那个姓刘的，可我知道我实力不够，我知道血狼肯定在暗中欣赏我痛苦的表情，那家伙没有杀我，肯定是想折磨我，让我也尝尝那种失去亲人的痛苦。我想要报仇，可我只是灵气境巅峰，他们都是真元境的高手。神剑啊，你能帮帮我吗？我知道你喜欢鲜血，喜欢杀戮，只要你能帮我报仇，我什么都能给你。我傅远明对天法将反馈比例调整到50%，反馈纯度调整到50%，不能再多了。这是看在你2年半表现优秀才做出的让步。傅远明像个神经病一样抱着长剑说了一夜的话，从与他老婆青梅竹马的故事说起，说到他们小时候的趣事，说到他们结婚，然后又说起儿子出生的时候好丑，他差点把孩子摔了。老夫今天有活干，你没问题吧？没事。那就好，都7天了，事情都过去了，你要相信刘统领，他肯定能抓到血狼，为你的家人报仇。我相信他。我感受到了，虾路反馈的真气比原来多出不止10倍。神剑，是你在帮我吗？你身体不舒服吗？不，我很舒服。我怎么觉得你有点问题？我没有问题，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好。不仅直接从灵气境突破到气海境中期，就连一直没有进展的疾风剑法也突破。今天连老天都在帮我。系统，我发现我现在比你更像系统老爷爷。可惜宿主已经不是人了。宿主要这样想，只有剑主强大了，你才能更快升级。如果你对剑主不满意，完全可以坑打他们啊！把你的厄运爆发打开，只要剑主不是气运之子，谁都抗不过几轮厄运。太慢了，1个月我才从气海中期提升到气海后期。神剑啊，血狼肯定会杀我，随时都会来杀我。我不想卡，我想报仇，我必须要抓紧时间变强。你是谁？是不是跟我们野狼帮有什么误会？傅远明看着一条条生命倒在脚下，一股股能量通过长剑传输到他体内，那般快意让他沉迷。如果他家人还在，或许他会拼命地压抑住那种令人着迷的渴望。可是他现在已经孤身一人了。神剑啊，我今天下的都是该下之人。野狼帮在铁石城无恶不作，以前我就一直想下了那帮人渣，可是我实力不够，还有老婆儿子，现在无牵无挂，瞎了他们也算是替天行道了。听说了吗？最近有一位剑道高手疯狂针对野狼帮，这几天已经有5位气海境高手死在了他剑下。下得好，野狼帮作恶多端，报应终于来了。我还听说那位大侠的家人就是被野狼帮迫害，他侥幸躲过隐忍多年，现在成为武道高手，专门回来找野狼帮报仇的。你从哪听说的这么多消息的？当然是从抖音微笑动画那听的，他粉丝都嘎嘎帅，肯定不会有假。神姐啊，这几天我出去狩猎，附近根本就没有成卫兵的高手隐藏。你说刘统领真的在抓捕血狼吗？富哥，刘统领让我来告诉你，血狼已经被他宰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什么？怎么可能？刘统领的实力应该不如血狼吧？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血狼藏身之处离白家很近，刘统领和白家家主出手，当场就击毙了血狼。白家家主会这么给刘统领面子？听说当年白家家主的儿子在外结了仇，想回老家躲避，结果回程路上就被血狼杀了。白家家主为了家族兴盛，暂且放弃仇恨。这次血狼落难，白家家主毫不犹豫就出手了。血狼如今还挂在城门呢。对了，刘统领还让我转告你，你家人被牵连，他有过错，他欠你一个人情。这些钱是刘统领给你的，让你再找个老婆，生几个大胖小子，为你们傅家传宗接代。傅老哥，你可别不知足，刘统领已经尽力补偿你了，钱你收着，我回去复命了。血狼竟然被刘永明杀了，我怎么觉得就像在做梦一样？血狼怎么能洗呢？他怎么能洗得那么轻松？血狼洗了，那我这些天做的又有什么意义？神姐啊，你说那个悬挂在城门上的血狼会不会是假的？不可能，血狼不可能就那么轻易就洗掉的，
他在铁石城内肯定留有后手，没道理就这样简单洗掉。刘统领剿灭了黑云寨，没道理说谎。白家家主与血狼也有深仇大恨，不可能维护血狼，两人都认识血狼，不可能认错人。难道血狼真的写？凭什么？为什么？傅远明拼命盯着，也许对他来说，这样才能减少内心深处的伤。当傅远明再次醒来，已经是半夜，他整个人清醒无比，躺在床上却不想动弹，就好像失了魂一般。有人来了，实力应该在我之上。没想到你竟然能躲开，你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废物。不过你今天还是嘎定了。真元镜，你是血狼？血狼？我怎么可能是血狼？血狼已经嘎了，尸体就挂在城门上，整个铁石城的人都知道，瞎血狼的就是刘勇，铁石城的大英雄，城卫兵的新任统领，所以我不是血狼。兄弟，你认错人了。与我有仇的真元镜实力只有血狼一人，就算嘎也要将血狼未嘎的消息传出。这一击至少有气海境巅峰的人，不是说他只有灵气境，该打好不容易假法脱身，绝不能让他把消息传出去。血狼没嘎，他正在追杀我，救命啊！这就是血狼，他在追杀。他就是血狼，白天被刘统领下的是他的替身。兄弟，赶快去报信，快去找城卫。你看到了血狼还活着，他把我瞎了，肯定会回来灭口。你这个无耻小人，你就没有一点武者的尊严了？血狼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无耻的气海境，如今事情已经闹大了。眼见大势已去，血狼只能放弃追加复原。刚刚上任正统领的刘永明收到有人在城内大声喊血狼未死，第一时间便带队赶来。要知道，他就是凭借剿灭黑云寨杀死了血狼的功劳击败竞争对手，升任为正统领的。一旦有血狼可能未死的证据，他就会成为整个铁石城的笑话。统领大人，血狼会不会真的没嘎？胡说，血狼是被我和白家家主联手下掉的。可我们收到消息说，有人在喊血狼未嘎，在追杀他。谁说的？有兄弟说，声音很像是那个刽子手的。你们去搜索现场，把那个刽子手找出来。统领大人，我们没找到傅远明，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他好像消失了。有人亲眼见到血狼吗？没有，现场的人都嘎了，其他的都吓得不敢出门。我想，我已经知道真相了。大人知道啥了？血狼的确已经嘎了。我与白家主不可能认错。既然血狼已嘎，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个傅远明身上。傅远明这人藏得很深，我们被他的伪装欺骗了。从他家的战斗痕迹上看，他起码是气海境巅峰高手。通知他行刑的小海跟我说过，他精神好像出了问题。今天告诉他血狼嘎掉的消息，他也不相信。傅远明很可能在妻儿被血狼杀后就已经疯了。如果我所料不差，最近在城里下了上百人的左撇子用剑高手就是他。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当务之急还是先找到他，让弟兄们小心点，此人非常危险。就在刚才，第10人建筑傅远明被本该洗掉的血狼追杀，又被城卫安上罪名，成为通缉犯。但这一切他还毫不知情。如果城卫再晚些来，我恐怕就撑不住了。血狼没死，按理说刘永明和白家家主这么2个精明的人，不该会被血狼欺骗。血狼和刘永明、白无忧3者之间疑点重重，可惜现在形势不明，不宜高调。在杀了上百人后，傅远明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沉默顾家的刽子手了。第2天晚上，傅远明日提着长剑出门，不要乱动，否则我就宰了你，懂吗？好，你是想要钱吗？要多少？我给。你最近听到血狼的消息了吗？血狼没死的消息传开了吗？你是那个姓傅的刽子手？你的话很多。城卫的人说血狼已经嘎了，你因为家人被杀，承受不住被血狼盯上的恐惧，被刺激的精神崩溃发疯了，胡乱嘎人。他们是这么说的。没错，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还说最近那个针对野狼帮的杀人狂魔就是你。你还知道什么？就这么多了，我知道的不多，都是来买粮食的人讲的，说是城卫兵到处在找你。那你相信吗？血狼没有嘎。兄弟，我相信血狼是真的没嘎，可是我相信有用啊。那你相信吗？血狼没有嘎。谁的拳头大，我就相信谁。昨晚见到你对手的人都嘎光了，没有目击证人，这件事只要你不站出来，谁敢说血狼没嘎？就连我也觉得那晚上追下你的人是野狼帮高手，毕竟你们的仇怨太深了。我站出来，我现在可是疯子，我说的话有人信吗？精彩，真是精彩，就像在看一部电影。你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会像前几人建筑那样，如蝼蚁一般洗去吗？傅远明，你该何去何从了？白父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充斥着无尽绝望、疯狂的眼神，不过这些人都被他的手下给打死了。但这次不一样，傅远明掌握着能嘎掉他的力量。傅大爷，求求你放我一马，我不想嘎，你的事情我绝对不会乱说，我还可以给你提供情报。可以，下辈子吧。凡是被傅远明看过的人都知道，他的剑很快，只要他想，你就不会感受到一丝痛苦。神剑啊，如今只有你和我了，小云嘎了，青荣也嘎了，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有时候我也想随他们去算了，可想到血狼还有刘永明还活得好好的，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知道血狼在铁石城肯定有靠山，有后台，可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刘永明多半是想保住他的地位，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栽到我身上，说不定他还跟血狼有关系。那个白家家族也很可疑，可是我没有时间去一一证明，他们也不会给我机会的。我不喜欢被当成棋子，更不喜欢被看作蝼蚁。我不想嘎，至少不能嘎得像蝼蚁一样。哪怕我嘎了，我也必须让对手付出惨痛的代价。神姐，我知道你喜欢鲜血，我保证会让你满意。第二天，长兴街的店铺没有一家开门，整个长兴街一条街的人都嘎去了，尸体无一例外的都是被斩首。傅远明，我要你不得好死，赶紧把尸体处理了，封锁消息，城门继续戒严，调集所有城卫，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傅远明掌握着金正秋传承下来的脸细诀，自然能轻松躲避城卫的追捕。整整3天，城卫兵一无所获。这3天里，傅远明嘎的整个铁石城人心惶惶，无论什么身份，只要是人，他就会嘎。他经过的地方寸草不生。更令人担忧的是，那疯子越嘎越强。这是白石商会的车队吧？他们这是搬家吗？肯定是啊，这已经是今天出城的第3支商队了。我听说那个在城里开了好几家典当行的陈家也在昨天搬走了。哎，如今铁石城太危险了，整整4天，城卫兵都抓不到那个疯子，反倒是死的人越来越多。是啊，我也准备出去避一避了，今天就走。要不我回老家待一段时间，现在的铁石城真是太危险了。没用的东西，刘永明，我再给你3天，不管你用什么方法，3天，你要是还不能嘎掉那个疯子，那你就去嘎。都怪那该嘎的血狼，好好的假嘎之后隐姓埋名不好吗？为什么偏偏要去惹那个疯子？白家主、城主大人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3天内解决那个疯子。这次你们白家必须要出手。白风铃，别鬼鬼祟祟的躲在屏风后面，隔这么远，我都能闻到你身上的臭味。刘永明，你的嘴巴还是这么臭，抓那个疯子是你们城卫的事情，关我们白家什么事？你还好意思说？当初我和你父亲说好了，我帮你假嘎脱身，你们白家与我结盟，支持我成为统领。你假嘎之后也不许再以血狼的身份出现，结果你偏偏要去惹那个疯子。现在好了，把人家逼疯了，给我留下这么一大笔烂摊子。谁知道那家伙隐藏了实力，还那么无耻，主要还是你们城卫无能，连一个疯子都抓不到。他修炼了一种极为可怕的魔道功法，昨天简统领嘎在他剑下，是我下令封锁的消息。连气海境都打不过的货色也配当统领？气海境，简庆平跟我一样，都是真元境初期，论实战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哪怕是真元境中期的高手，想要击下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怎么可能？这才几天，他就从气海境跳到了真元境中期。事实就是这样。白家主，那个傅远明已经彻底入魔了，身上的杀气我看了都害怕，而且还越下越强。反正你别指望我能解决掉那个疯子了。据我所知，你们3大家族在铁石城的生意都不少吧？再任由那疯子继续下去，恐怕你亲自出手也治不住他了。的确不能再这么闹下去了。那疯子短短时间内竟然能成为真元境高手，如此可怕的提升速度，再给他一点时间，恐怕我们3大家族出手都不一定能拿下他了。这次不仅我会出手，我还会说服刘家、徐家一起出手。那个疯子只要敢再次出现，定叫他有来无回。城主府内，傅远明正在杂物间休息。这几天疯狂杀戮，魔剑反馈的能量让他的理智是不存疑。他已经入魔，只有在杀戮时，他才能体会到快乐。复仇的执念维持着他最后一点清明。我还能坚持多久呢？还远远不够，我还要继续提升实力。我要报仇！大家小心，有人潜入！快通知副帮主！我们野狼帮自问没有得罪阁下，为什么3番4次的针对我们？该死的疯子！帮主，快来，我快撑不住了！真是个疯子，老子一定要把你剁碎了喂狗！战斗中，一种明悟突然间袭上傅远明的心头，斩首！好快的剑！
帮主死了，副帮主也死了，快跑啊！今晚野狼帮引来了灭顶之灾。傅远明，我白家家主白无忧，你已经入魔了。今天老夫要替天行道，为铁石城斩除你这个祸患。好的。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血狼是被你和刘永明杀的吗？没错，血狼跟你一样，不过区真元境中阶武者而已，杀他很简单。你该死！不是你该死，你留不住我。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别看戏了，都出来吧！铁石城3大家主以及城卫兵一起围剿你，这是你的荣幸。傅远明，你是10任剑主里最优秀的一位，希望这次进化能出一些有用的技能吧。魔剑要进化。很快，一股烤肉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那把长剑可能有古怪，一起动手吧，免得夜长梦多。等等，我有话说，我想知道血狼到底在哪里？他是否与你们3大家族有关系？3位家主不必跟他废话，直接将他杀了，给那些无辜的平民百姓一个交代。你们谁能告诉我，我就将我实力提升如此快速的秘密告诉他。此话当真？徐家主，不要听他蛊惑。此人修炼魔功，完全失去了理智。这种魔道功法送给我都不会看。半个月，我从凝气境后期提升到真元境中期。如果你们没来，今晚我就能突破真元境后期。有什么副作用？如果想要像我这样半个月提升9个境界，会变得嗜杀。如果将提升速度压制的慢点，那就几乎没有副作用。怎么样？我以我死去的妻儿发誓，谁告诉我真相，帮我杀了血狼和刘永明，我就将秘密告诉他。一时间，场面有些僵持。能让人在半个月跨越一个大境界4个小境界的机缘，没有人能不心动。老徐，你想清楚，刘永明是城卫兵的统领，你如果杀了他，你们徐家会有大麻烦。3位家主，那疯子实力提升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那把长剑，我估计那是一把魔道灵器。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先砍断他手脚，废了他丹田，暂时不让他死，秘密我们3家共享，如何？可以，我也赞同。斩首！竟然是意境，再给他些时间，没准真能晋升先天。看来这小子还是个天才，可惜他已经没有机会了。要死了吗？可惜还没有报仇，有些不甘心啊。禁忌最后的挽歌，技能效果：燃烧剑主生命与灵魂，治愈自身，临时获得跨越一个大境界的战斗力，维持1个时辰，使用后剑主必死。必死吗？我傅远明虽然是个小人物，但就算要死，我也要拉着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陪葬。废了他的丹田，趁消息走路之前，我们尽快把他的秘密撬出来。傅远明的双脚完全离地，好像待在水中，身体慢慢上浮。先天技，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傅远明，我告诉你有关血狼的真相，你是否能放我一条生路？晚了，你必须死。那你这辈子都别想报仇。没关系，血狼肯定还在城中，只要我杀光铁石城所有人，我的仇肯定能报。你疯了？疯了！不疯不行，不疯怎么能报仇？你就不怕被全天下正道宗门武者追杀吗？我活不过1个时辰。听到傅远明的话，在场的人都沉默。铁石城外先天高手并不罕见，但一个只能活1个时辰的先天高手疯狂起来，足以让任何人感受到恐惧。傅远明，我知道血狼的事情，他其实是白无忧的大儿子白凌风。据我所知，白凌风当年在外游历，得罪了铁剑门，在回家避祸的途中杀了血狼并顶替身份。之后白家对外宣称白凌风是被黑云寨的山贼杀了。如果我猜的没错，刘永明在剿灭黑云寨时发现了真相，他帮助血狼假死脱身，白家则支持他担任统领之位。刘永明，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事到如今，的确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徐家主猜对了，我也是在黑云寨山贼被处决完之后才发现的。当日被斩首的犯人中，有2人是白凌风的私生子。成王败寇，是我们小看你了。我还是求你不要过多杀戮，祸不及妻儿。我求你放过那些无辜的人。你们知道我活着是为什么？报仇吗？报仇的确是我最初的执念，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我已经没有资格再提报仇的事了。我现在活着，就是想告诉你们，我傅远明不是棋子，不是筹码，更不是蝼蚁。我想证明我活过，存在过，还有就是为了报恩。杀戮意境，斩。这一夜，铁石城没有黎明，无数人躲在家中瑟瑟发抖，祈祷灾难不要降临。后半夜，傅远明熟悉的刑台上，他的脚下是被捆缚的血狼。傅远明想用世间最残酷的刑罚折磨仇人，可惜他没有时间了。你这个疯子，我是白家的嫡长子，你要是杀了我，我们白家不会放过你。神家，我就要死了，临死前的礼物你满意吗？我没有时间，只能用这些来偿还你对我的恩情，你可不要嫌弃。1个时辰时间到了，傅远明突然感觉到
常剑手柄处传来一股诡异的吸力，他的生命力不受控制地钻入常剑中。原来是这样。升级能量已经满足，宿主是否升级？升级。夜色中，常剑突然迸发出血红色的光芒，异象持续了半刻钟，常剑完成了升级。恭喜宿主升级为低级灵气，宿主请自行查看。不光技能增幅了这么多，最重要的是终于能自由行动了。现在我除了没有人类的身体，跟一个正常人类还有什么区别？咦，系统，我可以自己命名了吗？宿主已经进化为灵气，拥有自主命名的权利。希望宿主为自己取一个好名字，名扬四海。取什么名字好呢？绝世好剑，不行不行，太中二了。死刑宣告，饮血剑，这个也不行，太普通了。就在陈浩陷入纠结的时候，突然一股来自天外的信息传进了脑海。不错，我怎么会是魔剑？我陈浩是神剑，人皇之剑，嘎人都是剑主干的，我啥也不知道，我只是一把剑。系统命名为轩辕剑。这地方怎么会有一把剑？这把剑一看就是宝贝，看来今晚我运气爆棚啊！是否绑定剑主路人甲？绑定，开启能量储存。路人甲突然感觉一股吸力从手中的长剑传来，一瞬间，他的真气就被吸入了长剑。那肯定是一把魔剑，幸亏老子跑得快，要不然多半要被吸成干尸了。在路人甲打字补充真气的时候，另一边的陈浩却是不耐烦了。我这是被抛弃了，我现在可是灵气，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灵气啊！好，我还是第一次受到这种侮辱。既然你不要我，那我就去找你。加入秘境开启。小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找到你了，杰，你是第一个听到我说话的人，这简直是你莫大的荣幸。你眼睛瞪得好大，是被我吓到了。你以前没见过会说话的剑吗？等等，你怎么喷血了？我有那么吓人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被吓得喷血的人，你太脆弱了。别再喷血了，再喷中你了。其实我是一把灵剑，灵剑都是能说话的，这很正常。深呼吸，头晕是很正常的。不对，放轻松，我不会害你的。恭喜宿主试主成功。算了，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剑主不要太多，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作为一把能自由行动的灵气，陈浩当然不会像原来一样躺地上碰瓷，但路人甲只有灵气境，留下的真气不是很充裕。陈浩直接飞回邢台，插在邢台的中央，散发出杀气。又过了半个时辰，天色大亮，街上才出现行人。听说了吗？野狼帮3大家族陈卫兵都完了。嘿，昨晚那个傅疯子杀得天昏地暗，3大家族都死了，陈卫兵统领一个不剩，只有徐家嫡系一脉还活着，好像还是那个傅疯子留守了。3大家族还打不过傅疯子，那可是3大家族啊，那么多高手。我表哥就是陈卫兵，昨晚上他就在现场，他亲口对我说的，我能骗你？我表哥说了，那傅疯子好像使用了什么禁术，实力瞬间就超过了3大家族。时间有限，哪怕傅远明再怎么杀，也免不了有漏网之鱼。3大家族和傅疯子有什么仇？傅疯子那么拼命，他的仇家不是血狼吗？这你可问对人了。昨天我表哥躲到我家，都告诉我了，血狼的确没死。巴拉，原来是这样，白家真是活该。不过傅疯子如果真死了，他那把剑呢？谁知道？这要去问傅疯子。不过不管是谁，如果真得到了那把长剑，恐怕都会藏起来吧？那可是个宝贝。等等，那把剑会不会是傅疯子的那把？肯定是的。我表哥说过，傅疯子浑身上下都会冒出血红色的雾气，周围的人会感觉冷得要命。过来！小鬼，就是你想使用这把剑吗？你是谁？我是剑灵。剑灵？没错，只要你愿意听命于我，神功秘技、财富美人、权势名望，只要你能献祭足够多的生命给我，这些你通通都能得到。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从来都是说话算话。如果我不答应，会怎么样？那你就去死吧，小鬼！不，剑灵大人，我答应你。小坤子，你多大了？剑灵大人，我不叫小坤子，我叫赵半坤。那我就叫你小黑子吧。如果剑灵大人喜欢，那就叫我小黑子吧。很好，小黑子，你今年多大了？剑灵大人，我今年14岁才气玄境中期，你这天赋不怎么样啊？是的，剑灵大人，我资质不好，是太差了。不过你别担心，只要你老实听我的话，哪怕你是头猪，我都能让你成为先天猪。好不容易找到人交流，在剑中憋了3年的陈浩滔滔不绝，赵半坤就倒霉了。捡到这么一个话痨的大人，又不敢得罪，只能有一句没一句的应付他。
剑灵大人，我想起来，刚才在刑台边看到你的时候，我身边还有一个同伴。他知道我的身份吗？我告诉他了。你这个棒槌，怎么现在才说？这不是刚才跟你说话，忘记了吗？这么说，你是在埋怨我了？不是，是我太不小心。剑灵大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如果我是他，肯定把条铁卖了换钱，要不了多久，整个铁石城的人都会知道你得到了轩辕。剑灵大人，你可要救救我！我还年轻，我还不想死。以你这点实力，还是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不到先天就不要回来。可是我父母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找我父母？只能看运气。如果对方找不到你，就不会为难你父母。但你小子不走，那就死定了。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出城，离开这里，在家马上死。逃出城，我继续帮你。你选一个。我不要死。赵半坤出城后拼命赶路，这一跑就跑了半天。小子，路是你选的，跪着也要走完，可怨不得我。剑灵大人，我好像迷路了，你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吗？你去砍一棵树，树桩上这一圈圈的叫年轮，年轮总是南面的宽而北面的窄。现在你知道哪里是南，哪里是北了吧？哇哦，剑灵大人好厉害！那是你就是个小菜鸟，我见过的死人比你见过的活人还多。我们快走吧。可是剑灵大人，我们该走哪边呢？走南边，有杀气，我们被追上了。大哥，他明明都逃出铁石城了，为什么还要回来？还正好撞上我们。该不会是迷路了吧？哈哈，还真有可能。如果是那样，就笑话我了。这就是那把魔剑吗？老大，能不能让我来保管？放心，我们是手足兄弟，哪怕去赏花都是一起去的。这把剑，我们也应该轮流分享，大家一起提升实力。对，我们兄弟齐心，以后称霸白沙郡。我都想好了，你们都还是真元境中期，先让老二提升到真元境后期，跟我一样，然后再把剑交给老三，最后再把剑交给我。咱们轮流一起同步提升，如何？我同意。我这辈子最服的就是老大，处事公正。我也没意见。什么？赏花都一起赏，魔剑轮流分享，这是把我当什么了？丁是否绑定建筑旁边？绑定，给我绑定死他！你就是新建筑，作为建筑，你有资格知道这把剑的功能。大哥，怎么了？没事，可能是我太敏感了。我说老大，你就是做事太小心了。现在的铁石城还有谁是我们3个的对手？小心驶得万年船。如果这把剑真像传闻中那么神奇，哪怕先天高手也会来争夺的。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3人赶路的时候，庞斌不动声色地与剑灵进行交流。通过杀戮不断进化，无视根骨瓶颈，越杀越强，竟然还能直接提升根骨悟性，这太逆天了吧！我总算明白为何傅远明能从一区凝气境蝼蚁一跃成为先天高手了。不过有如此神兵，傅远明竟然会死在铁石城，他还真是废物。傅远明拿到我的时候，他只想当一个普通的刽子手而已。后来他失去妻儿，心里已经有了死志。杀与被杀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拥有成为强者的可能，竟然还选择放弃，他真是个蠢蛋废物。姐，我想你作为我的建筑，应该不会那么窝囊吧？当然不会，我会让全天下都知道我的凶名。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什么事？轩辕剑只承认一位建筑，除非建筑死了，要不然不会承认其他的建筑。Hey baby， 老大，给我喝一口呗。你不是买了很多吗？我就只有1壶。嘿嘿，老大，你知道我最喜欢喝酒，那些酒都喝完了，这趟又这么匆忙，我没来得及买呢。那你只能喝1小口。老大，你是知道我说1小口，那就喝1小口。就是知道你的为人，我才不信你。上次说好1小口，结果被你一口喝光了。放心，老大，等到了云鹤城，我请你去香满楼赏最漂亮的花。老二，肉烤好了吗？大哥，冒人走。杀了他们，你后悔吗？不后悔。当你出现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们红河3鬼只能活一个。他们死总比我死要好，至少我还会给他们安葬。你干嘛？我们红河3鬼得罪的人太多了，如果墓碑被人发现，老二老三恐怕会被人挖出来鞭尸。你可真够虚伪，也不怕遭报应吗？我想起来，还要再挖一个坟，留给你自己。我不会被埋。老二在外面还有个儿子，就在云鹤城。在赶路途中，庞斌突袭了几波佣兵。当纯净的能量灌注到他体内的那一刻，庞斌彻底被魔剑的强悍能力征服了。姐，这种提升力量的感觉如何？真是可怕的能力！傅远明有如此神器，还会被人逼死，真是个废物。哎，小庞，别当着我的面骂我的前任建主。对不起，剑灵大人，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你可真虚伪！我看好你，但你的剑法让我很不满意。还有，以后叫我浩爷爷。好的，浩爷爷。庞斌，你要尽快弃权修剑了，否则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哦。庞斌主修拳法，剑法是按代级的黄级中品重剑诀，还只是看看入门的水准。一路上，庞斌一边狩猎一边修炼剑法，柳魔剑的悟性增幅只用了几天，他就将重剑诀炼至大成。好汉饶命！我记得住这里的应该是一个带孩子的女人。你是说柳诗吗？蔡家三少爷看上了他，他反抗不从就被打死了。好汉，我才住进来没几天，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他儿子呢？也死了。柳诗咬疼了蔡少爷，蔡少爷很生气。尸体呢？听说是被扔到城南乱葬岗了。你知道的太多了。好汉饶命！乱葬岗，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腐烂气味。庞斌皱了皱眉，这股气味让他都有些吃不消。在周围走了一圈，没有找到柳氏和孩子的痕迹，只找到几只肥壮凶恶的野狗。你二弟的老婆儿子死了，你叹什么气？有人帮你铲除后患，你不应该高兴吗？你不懂。可能我真不懂你们这些人渣的想法吧。你不是人，当然不会懂人渣的想法。回到客栈，庞斌一夜没有合眼，直到日上三竿，他才突然跳起。他在城内闲逛，打听了一下蔡家的信息。蔡家有一名真元境巅峰的老祖，但3年内从未出现。听说是大限将至，已经闭了死关，想要一举突破成先天高手。你想干什么？帮我二弟的妻儿报仇。哈哈哈哈！你可别忘了，你来云鹤城的目的，这是我最近听到过的最好笑的笑话。我不是在讲笑话，我是真打算替那对母子报仇。你是认真的吗？我很认真。随便你，你高兴就好。不过杀蔡家人，你只能用剑去杀。可蔡家家主也是真元境后期武者，跟我的实力差不多。你这是要去灭他满门？我的主要目标是那个蔡家三少，合作时总要先考虑一下最坏的可能。我尽量用剑去杀吧。庞斌，记住我的话，只能用剑杀，否则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哦。庞斌虽然不清楚魔剑所说的很可怕的事情有多可怕，但他不想去尝试。他在云鹤城里待了10天，将重剑诀修炼到圆满。陈浩对此大为满意。傍晚，云鹤城蔡家门口，一个背着重剑的蒙面人踹开了蔡家的厚重铁门。有敌人！你是谁？竟然敢闯蔡家？蔡家什么时候得罪阁下了？你是？我就是蔡家家主。你不是出去了吗？你觉得我会在蔡家冒充蔡家家主吗？幸亏今日城主临时有事，取消宴会，要不然我们蔡家还真可能吃大亏。既然你今天来了，就不用走了。不如我们打个商量，我是来杀你三儿子的，你让我把他给杀了，我立刻退走，如何？我就知道，多半是那个逆子惹的祸。不过放任你杀我三子，我们蔡家的脸面不要了。对方实力不弱，是真元境高手，大家一起上。蔡家有4个真元境中级高手，再加上蔡云这个真元境后期武者列阵，庞斌很快便处于下风。照理说，以真元境后期魔道武者的实力，他是不可能这么快处于绝对下风的，哪怕不能逃走，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受辱。黄级剑法还是太不入流了，再隐藏实力，恐怕今天要被耗死在这。血王人，原来你更擅长拳法。家主，这家伙好像是红河3鬼的老大，其他2鬼呢？还没发现，恐怕藏在暗中偷袭。长老和供奉继续对付庞斌，其他成员立即搜索附近，大家把压箱底的功夫拿出来，速战速决。该死！所有人警戒防范其他2鬼。2位供奉，随我去毙了他！庞斌，你用拳头杀人了！剑灵，有什么事情等会儿再说。你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也是迫不得已，我没想到蔡家主竟然回来了。生活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惊喜，庞斌，你今天运气很不好，要小心了。我竟然真的突破了！唯有失去才懂珍惜，唯有寿元即将耗尽才知生命的可贵。感谢上苍！什么人竟敢闯入我蔡家境地？爹，你成功了！对，侥幸突破了。他是谁？红河3鬼的老大，实力非常强。如果不是爹在，恐怕还真让他给逃了。没想到这次运气太差，往哪里逃不好，偏偏向这个方向。哼，这种魔道武者死不足惜，这里的事情你们处理吧，我还需再稳固下境界。你们把他的尸体处理下，将他的兵器放入兵器库。好的，家主。庞斌，我已经提醒过你很多次了，可惜你终究没有人皇的气运。陈浩发现找一位真正适合自己的剑主实在太难了，就跟找老婆一样难。除了跟傅远明正经相处了几年，跟其他剑主就跟相亲一样，换得多了。现在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剑主。不过肯定要找一个修炼剑术的，这是基本要求。
咦，大晚上还在练剑，还真够努力的。名气巅峰，资质不错，所练剑法也接近圆满，悟性也不错，勤奋、资质、悟性都算是拔尖，还住在城主府。就是你了。有人吗？谁把剑扔这儿了？我的剑被你弄断了。如果你不吭声，那这把剑就当做赔偿了。你不说话，就代表默认了。这把剑我就当你赔我了，谢谢。我很喜欢这把剑。恭喜宿主绑定第14任剑主蓝17。少年名叫蓝17，是蓝家从小养的家仆。10年前，蓝府大小姐看他可怜，将他带回。他没有名字，17只是他的代号。这把剑就像专门为我打造一样，有了这把剑，争夺本界第一的把握更大了。我一定能成为大小姐的护卫的。小虎，你这理想也太朴素了吧？谁？我是剑灵，你眼前这柄轩辕神剑的剑灵。可你为什么出现在我面前？我打算让你当我的剑主。为什么是我？难道你觉得我天赋异禀？你想多了，我的前任剑主刚刚死了，我缺一个剑主，恰好碰上你，就选你喽。你不是神剑吗？前任剑主怎么会死呢？那家伙是个棒槌，还不用剑。好了，不提那个家伙了，以后你叫我剑灵大人。作为剑主，我先让你看看神剑的能力。这轩辕剑是把魔剑吧？胡说，武器本就是用来杀伐，没有善恶之分。很多年前有一个顶级……那天剑灵大人跟我说了很多，他告诉我应该去杀人，只要杀人，轩辕剑就能让我变强。我不想去杀那些不认识的人，我只想成为大小姐的护卫，能保护她就好。论剑法天赋，你的确是你们这届数一数二的。不过我也没想到你的进度会这么快。我已经将重剑诀修炼到圆满，可战剑诀却卡在大成毫无寸进，还请统领大人教我。战剑诀和重剑诀都是战场剑法，讲究的就是气势和杀气。17，你杀过人吗？没有。那就对了，你身上还缺少一股狠劲。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杀人，也把重剑诀修炼到了圆满？那是因为你的天赋，你在剑道足以称之为天才。但重剑诀重形，而战剑诀更重视，并不是天赋可以弥补的。17，如果你真想把战剑诀修炼到圆满，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让胡统领推荐你去当刽子手。看样子那位蓝家大小姐在你心目中的位置不算太高嘛。不，我的命是大小姐救的，我发过誓，这一辈子都会保护大小姐。杀人而已，你完全可以挑人渣杀嘛。第二天，17向胡统领提出了成为刽子手的请求。我当然可以安排，不过想要在益阳城当刽子手，没有几分真本事，那是不行的。我可以接受考验。刽子手那套，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瞧好了。接着，胡统领又拿起桌上的蜡烛，瞬光划过，蜡烛一分为二，他的手却毫发无损。懂了吗？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刽子手，手要快，要稳。懂了。回去吧，等你能做到这2点再来。幸亏老死的金玉掌修炼到家了，要不然真唬不住那小子。年纪轻轻的，有大好前途，当什么刽子手？17当然不知道他尊敬的统领大人在唬他。他回到房间里，拿着10根蜡烛开始练习，却总是会将蜡烛扫飞出去，加上使用的又是重剑，难度更是翻倍。剑灵大人，怎么办？你这么练的确太慢了，我传你一招剑法吧。什么剑法？是你的前辈自创的剑法，如果你能领悟，通过胡统领的考验，应该不是问题。那招剑法厉害吗？旋级上品武技，你说厉害吗？旋级上品，求剑灵大人教我。好，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剑灵大人，那位独臂男子是以前的剑主吗？咦，你怎么知道？我都看到了，他好厉害，好可怕。你想问什么就继续问吧。我想问，为什么那位前辈后来有些疯了？杀戮回馈技能你应该清楚，一种是没有副作用的，提升比较慢；一种是有副作用的，提升非常快，但意志力不够坚定，很容易精神错乱。是他自己要求的。为什么？如果你随时可能死掉，你心爱的大小姐被人杀死，你会怎么选择？当然会拼命。他的选择跟你一样。10天后，17找到胡统领，在他的面前凝视，将手心里的蜡烛砍断成6截。你小子该不会背着我偷偷的修炼掌上功夫了吧？没有，统领大人，你不信的话，我再劈给你看。别，你通过了，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你折腾。在胡统领的安排下，17顺利的成为了益阳城一名光荣的刽子手。快点动手啊！发什么呆？不敢就下去。我是来看这帮人贩子是咋死的，不是来看这种生瓜蛋子吓尿裤子的。快点，连个大活人都砍不到，还是赶快下去换别人上吧。怎么了？继续啊！可是剑灵大人，我砍歪了。废物，
给我继续砍，不准停下！难道你打算像个懦夫一样被轰下场？知棋，你要是砍不死他，我就弄死你！剑灵大人，我突破了，很正常。今天你杀了那么多武者，明天我要去找统领大人要一本身法武技。不错，终于想到弥补自己的缺点了。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你一直以来都不喜欢修炼身法？小17，你竟然会剑法，好厉害！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会剑法的人都很厉害。可惜我父亲说我不能修炼。统领大人说，只要我们以后实力够强，就能到蓝府当护卫，到时候我保护你。我更喜欢剑法，更擅长剑法，我更喜欢硬碰硬。17，我果然没有看错你，这是后续功法黄级上品的闪步和同身断体法。多谢统领大人，闪步有黄级中品、黄级上品，难道还有玄级闪步吗？当然，不过我没有资格保存。玄级功法都是世家的不传之秘。蓝府不仅有玄级下品闪步，还有同身断体法的禁忌功法阴身断体法。17，我告诉你，这就是顶尖家族的底蕴之一。那我该怎么获取后续功法？17，你的天赋很好，还有2天就是年考，你好好准备，争取一个好成绩，要让家族看到你的天赋。好。比赛开始，蓝精灵和蓝17上场。原来是家仆子弟，对付你，我只需要半刻钟。难道我运气这么差，第一场就遇到高手了？对面的，让我们快点结束比赛吧。你的实力出乎我的意料，看起来我不拿出一点真本事，是不能短时间内结束战斗了。接招吧！你真是气海境初期武者吗？怎么样？怕了吧？我承认你实力还不错，但继续下去肯定是你输。如果你不想受伤，干脆认输怎样？你竟然隐藏实力，就算你是气海境中期又如何？像我这样的天才，越级挑战不是梦。接招，金风细雨剑。比赛结束，9527号选手蓝17胜出。你明明能很快赢他，为什么还等那么久？我一上台，他就说要半刻钟解决我，我以为他很强，就有点保守。你那是自卑，每次见到蓝家人，你都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奴性。不过这也不能怪你，是蓝府的人把你教坏了。剑灵大人，我想改变。对，早就该改了。比赛从半决赛开始，蓝家的嫡系才会出现。如果大小姐出席，他应该能看到我。6，你这个舔狗，我真服了你了。最重要的是，这次比武很重要，关系我的考核。那你的想法是？我想用煞气场改变我的性格。我所有武学都适合狂攻，唯一不适合的就是性格。我还不够狠。用煞气场修炼，你就不怕把自己搞疯掉吗？剑灵大人，能不能让他减弱一些，让我刚好保持一股略带疯狂的杀意？行，你试试5%的强度怎么样？刚好，前所未有的好。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我浑身都是力量，脑袋里什么都不会想，就想杀掉所有活着的生物。这种状态应该能增强我2成左右的实力。你还能控制自己吗？能控制得住，但是我不想控制，我想保持这种状态。17 13加29等于多少？13加29。剑灵大人，等等，我好好想一想。好了，不用想了。你这种状态的确会影响理智，你确定要用来修炼？别把自己脑子搞坏了。要知道，我找一个稍微满一点的剑主还是比较麻烦的。落子无悔的道理我还是懂的。如果没有剑灵大人，就没有今天的我。不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埋怨剑灵大人的。有杀气场的加持，2天后，17有机会走进半决赛。他环顾四周，却没有见到他心心念念的大小姐。你很不错，我知道，可你赢不了我。还没有开始打，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你？我发现你并没有修炼玄级武技，你没有任何胜算。台上2个臭小子，这是比武，不要废话，赶紧给我打！这2个小家伙就是欠收拾。彦祖，我看今年也就这2个小家伙有点天赋，其他的都很一般，并不能说其他人不行，只是没有给我们惊喜而已。陆胜天赋不错，有望成为先天高手，但那个17也不错。剑灵大人，煞气场开到10%，一场比试而已，至于这么拼命吗？深蓝，给我加点！那个17的确不错，身世清白，战斗能力上佳，不到15岁就能达到气海境中期，这样的好苗子，在我们蓝家子弟中也不多见。但17的确是天赋了得，不过他身上应该还有其他有趣的东西。比赛结束，蓝陆胜胜出。17，你终于醒了，你这次的表现很出乎我的意料，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能拿到第2名。我也没想到。臭小子，大公子想要见你，待会儿你不要太紧张，正常行礼就好了。
兰家在世家中算是比较开明的，哪怕你只是一个家仆，只要你表现出足够的潜力和忠诚，他们都不会忽视你。我知道了，统领大人。17，你觉得我们兰家对你怎样？兰家对我恩重如山。好，有件事我想问问你，你好像能够随意的控制身上的杀气。是的，不过我一旦进入那种状态，有可能会失去理智。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在刑场上。你现在可以随意开启或者关闭那种状态吗？可以。不错，很不错，非常不错。17，既然你能够控制，那就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你可能拥有一种罕见的体质。罕见的体质？对，这世上有许多天资超绝之人，一出生就拥有特殊的体质。你的体质应该可以储存杀气，让自己进入一种渴望杀戮的状态。原来是这样。这次比武虽然你败在拦路圣剑下，但你的表现依然十分优秀。我可以奖励你一部皇级上品功法和一部玄级下品武技。多谢大公子。不用谢，这些都是你应得的。你要记住，只要你以后认真为兰家做事，我们兰家是不会亏待你的。对了，17，你还没有满15岁吧？17还有几个月才满15。那就不用等考核了。再待在你那里也是浪费时间，让他直接过来吧。17，你们这批孩子一般有几条出路，最普通的是被培养成家族侍卫，像你这样优秀的，可以上战场积累战功。我很看好你，可以举荐你成为蓝影卫。大公子，我想做护卫，我想做大小姐的护卫。蓝17，你难道不知道如烟她已经有婚约了？大小姐的婚约与我是否能当她的护卫有关系吗？17，你为什么想要做如烟的护卫呢？是大小姐把我带回蓝府的，我承诺过以后要当她的护卫保护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大约10年前吧。你可以去做如烟的护卫，但以你的天赋，如果仅仅是充当护卫，实在是大材小用了。我希望你能加入蓝影卫。蓝影卫是什么？蓝影卫是我们蓝家的一支半隐秘力量，知道的人比较少。蓝影卫除了负责保卫蓝家族人的安全以外，还要清除所有对我们蓝家有威胁的敌人。你愿意吗？属下愿意。很好，待会儿新月会带你去领取腰牌，你拿上之后，他会把你带到如烟那里。这是我的令牌，你今天别忘了去藏经阁领取功法。多谢大公子。17，在蓝府有没有喜欢的姑娘？如果看上谁了，哪怕是你喜欢的是蓝家旁系的女孩，姐姐都可以帮你说媒哦。新月姐姐，我现在还小。还小？哪里小吗？你都快15了，不算小了。姐姐告诉你，如果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下手一定要快，要不然漂亮的都被别人挑走喽。大小姐从小身体就不好，很少出门，在那里当差比较轻松。你在闲暇时间要继续努力修行。这几年能被大公子看好的年轻武者可不算多，你可不要辜负他对你的期望。新月姐姐，我能问问大小姐为什么身体不好吗？据说是先天经脉不完善，基本无药可治。不过大小姐脾气很好，待人和善，对下人也不会苛责。蓝府里很多仆人都很尊敬她。那大小姐的未婚夫是谁啊？明建成的陈家大少爷。在领取蓝影卫腰牌后，两人很快就到了蓝如烟的府邸。17屏住呼吸，哪怕面对蓝燕族，他都没有如此紧张过。他这么多年的努力，为的就是今天。护卫有婆婆和绿雅在，我不需要护卫。告诉大哥，他的好意我心领了。17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种状况。如果是以前的17，他可能会束手无策。大小姐，你还记得我吗？我是17啊。我们认识吗？都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大小姐忘记了也是正常。没想到你已经长这么大了。婆婆还记得我啊？当然记得，最近年考第2，家仆出身的小子就是你吧？是我。婆婆，他是谁？大约是10年前吧，是你把他从街上带回兰家的。哦，原来是你。大小姐想起来了，那我能留下来了吗？为什么我想起你了，你就能留下？大小姐以前答应过我的呀，等我以后考核过关了，就到蓝府来做你的护卫。大小姐，的确是有这么回事。好吧，那17你就听从婆婆安排吧。多谢大小姐，多谢婆婆。小子，如今你的梦想达成了，心里有没有一种无言的寂寞和空虚？可能是有点吧。你有没有感觉这位大小姐与你记忆中的有些不一样？是有一点，不过人总是会变的，就像我一样，对我来说，只要她是大小姐就够了。既然你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已经达成了，要不要再树立一个目标？我真怕你失去动力，变成门卫蓝大爷。剑灵大人，你放心吧，我会继续努力的。我现在就去传功阁。这是藏书阁秘籍目录和介绍，你可以在里面挑一门皇级功法和一门玄级武艺。17功法你挑那个血战功法。好，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千军剑诀和血战功法，你就在这将2本秘籍背下来吧。不能带回去背吗？如果是家族嫡系子弟，倒是可以将功法带出去。直到大半夜，17才熟练记住了2本秘籍的内容。刚刚回到住所，17就忍不住开始修炼起血战功法。17，我有本更适合你的功法传授给你。哦，剑灵大人是什么功法？玄级中品功法，血和诀和血战功法一样，都是血属性功法，一般武者很难分清。就算有高手觉得不对劲，你也可以往你体质方面推。你上次应对蓝焰组的说辞就很不错，这段时间你成长了不少。是剑灵大人教得好。这血和诀内有些修炼方式是不是有些残忍了？你有轩辕剑在手，哪怕不用那些残忍的方式，也可以提升实力嘛。比起黄级功法，修炼血和诀得到的真气更加纯粹，丹田内储存的真气量起码能多上1倍。尤其血和诀中还记录的一门秘法，很值得学习。见过大小姐。婆婆跟我说过你的事情了。当初的约定只是我们年幼不懂事，你不用在意，更不要让它成为一道枷锁。大哥很看重你的潜力，你应该将精力放在修炼上，追求武道至高境界，那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大小姐，我言尽于此，你回去好好想想吧。你是新加入的蓝影卫吧？跟我走。好。我是蓝影卫第13尾队队长，你可以叫我恶虎，实力真元境后期。你以后就是我的小队成员，由我负责你的任务和平时训练。恶虎，这不是真名吧？不错，作为蓝影卫，我们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你有什么中意的外号吗？我可以叫轩辕吗？奇怪的外号，随你喜欢吧。轩辕。作为蓝影卫，我们平时可以自由行动，但只要有任务，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加入蓝影卫的第3天，17终于接到任务通知。我们这次任务很简单，3天前，我们蓝家3位旁系成员在摩崖山历练的时候被人击杀，初步认定凶手为东岳城钱家2公子钱多多。任务是调查吗？对，任务的第一步就是确认钱多多是不是凶手。如果他是凶手怎么办？直接杀了他吗？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当然是灭了钱家。不错，感动我们蓝家子弟就必须要付出血的代价。17，你不要觉得这么做太残忍。地就这么大，资源就这么多，我们蓝家不能露出任何虚弱态势，只有强势才能让蓝家尽量强盛的延续下去。如果遇到比我们蓝家强的呢？向比我们强的势力低头，没有人会笑话我们。钱家族起义前，我们有3名蓝家子弟在摩崖山历练的途中被人杀害。根据线索，这3位蓝家子弟是被你家2公子所杀。怎么可能？他怎么敢对蓝家子弟下手？这肯定是个误会。诸位大人，我前几日是进入过魔云山，但我的确没有杀害过蓝家子弟。那么我问你，你前几突破是不是因为在摩崖山得到了朱灵果？没有，绝对没有，我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什么朱灵果。我突破完全是靠我多年的努力。好，既然你说你没有见过朱灵果，祭丹师，你来给他验一下。没错，就是这个味儿。我感觉我体内的真气都活跃起来了。钱家族，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这件事的确是我钱家的错，不过你是否能饶他一条性命，我们钱家一定会加倍补偿。你是谁？老夫钱不少。很好，人都来齐了。这次收获还不错，所有缴获的功法你们每人抄录1份，剩下的战利品等在家族那里兑换成功勋点，我们再分配。你们有意见没？没意见。每次我们都能有这样的收获吗？怎么可能？这种剿灭家族的任务可是很罕见的。姐姐，我加入蓝影卫10年，这还是第2次遇到。哪怕我们蓝家是顶尖家族，但也要遵守规则，没有恰当的理由，我们是不能随意剿灭其他家族的。这是4家之间约定俗成的规则，否则那些小家族联合起来，也是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完成任务后，17回到蓝如烟的宅院，继续他的看门生涯。每天上午，他都会去益阳城行刑。10天后，17成为气海境后期武者，然后继续跟随恶虎队长做蓝影卫任务。屠灭山贼，纠正商队，暗杀其他家族天才。他慢慢领悟到，世家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光鲜，但那又如何呢？他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就这样2个月后，17成功突破成为气海境巅峰武者。